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打败姚胜之后的比赛依旧十分精彩。在林燕赢得比赛后不久，霸强柳琴也上场了。柳琴这次的对手是强榜第11名，实力在8星斗灵的高手。这种实力和排名在内院中已经是非常靠前的。但碰上柳琴，她的脸色也是十分的苦涩。从比试一开始，柳琴霸道的气势就死死地笼罩住对手，即使对手拼尽全力防御，战斗也仅仅只持续了10分钟左右就结束了。高台上的萧炎看着场中的柳琴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大赛已经进行到了第2轮，但柳琴却一直未曾动用过背后的猎山枪。薰儿轻声说，柳琴几乎半只脚踏进了斗王的级别，虽然还无法与真正的斗王相比，但比起寻常斗灵来说强了太多。还有林修崖，怕也是这般实力。萧炎微微点头说，这的确是2个很强的家伙，内院中怕是除了紫妍无人能压制他们了。说到这里，萧炎偏过头，目光紧盯薰儿，笑着问薰儿行吗？薰儿俏皮的反问，萧炎哥哥觉得呢？望着眼前的薰儿，萧炎神情一阵恍惚，他太久没有看到薰儿耀眼的一面了。萧炎摸着薰儿的脸颊，说他知道薰儿的修炼天赋从小就很强，也能感受到薰儿如今的实力比自己还强上许多。但从他来到迦南学院后，薰儿便一直收敛自己的光芒。萧炎并不希望薰儿为了他收敛自己，相反，他更喜欢那个耀眼的薰儿，这样他会更有追赶的动力。听到萧炎的话，一直在浅笑的薰儿脸颊扬上一抹自信，问萧炎是否想看自己耀眼的一面。望着薰儿脸上那抹熟悉的神情，萧炎笑着微微点头。薰儿告诉萧炎，等比赛结束后，会让他看到一个最耀眼的自己。望着萧炎欣喜的脸色，薰儿想着在分别之前一定要让他看到那一幕。柳琴比赛结束后不久，萧炎也终于等到了林修崖的出场。林修崖的对手是一位名列强榜13的高手，这位高手与先前柳琴的对手一般，脸色十分苦涩，而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悬念。看台上的萧炎紧盯着场中的林修崖，他很希望林修崖能被这位高手逼到露出一些真本事，但一直到比赛结束，这位高手都没有沾到林修崖一片衣角。林燕出现在萧炎身后，说柳琴的双绝分别是一爪一枪，而一直压他一筹的林修崖也有2种并不逊色于柳琴的绝活。林燕看着转过头来的萧炎，得意地问他想知道吗？萧炎很清楚林燕的性子，越是好奇他越不会说，所以非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让林燕想说就说吧。林燕无趣地摇了摇头，说林修崖的绝活是一缠一刚。林修崖修习了一种古怪的斗技缠蛇手，与柳琴刚猛的大裂劈关爪相反，缠蛇手属于以柔克敌的类型，论起难缠的程度，缠蛇手比大裂劈关爪更强。至于一刚，因为很少有人能让林修崖施展出来，所以就连林燕也不太清楚一刚到底是什么。但当年林修崖就是凭借这个斗技击败柳琴，可见威力之强。2人谈话间，场中的战斗也接近了尾声。在战斗持续了10分钟左右，这一场带着玩耍性质的比赛彻底落幕。接下来的战斗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。萧炎与薰儿等人一边朝外走，心里一边嘀咕着，希望明天别遇到太过让人头痛的对手。深夜，萧炎正盘坐在床榻上修炼时，薰儿轻轻敲响他的房门，问萧炎睡了没。看着眼前出落得十分动人的薰儿，萧炎从床榻上翻下身来，目光火热地问薰儿有事吗？感受到萧炎眼中的火热，薰儿脸颊浮现一抹绯红。这种难得一见的小女人神情，让萧炎眼中的火热越来越浓。毕竟夜深人静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些不太健康的画面。随着萧炎眼神越来越火热，薰儿的脸颊也越来越红。片刻后，薰儿从纳戒中取出一卷黑色卷轴，往萧炎手中一塞，就想转身离开。眼疾手快的萧炎一把抓住薰儿洁白如玉的手腕，微微一扯，将薰儿拉进自己的怀中。薰儿撞进萧炎的怀中，感受到他衣衫传来的温度后，非常小声地说着不要。萧炎的手臂悄悄环上他的柳腰，低头望着满脸羞红的薰儿，让薰儿老实交代，大半夜的跑来他的房间有何企图。薰儿嘟囔着说恶人先告状，望着怀中嘟着小嘴表现出一副委屈模样的薰儿。萧炎挑起他的下巴，眼带垂涎地望着薰儿红润的小嘴。就在萧炎的呼吸已经扑打在薰儿脸蛋上时，薰儿突然拿走刚刚塞给萧炎的卷轴，挡在2张即将接触的脸颊间。萧炎伸手将碍事的卷轴拿走，随手收进纳戒中，然后在薰儿错愕的目光中强行固定住他的脸颊。片刻后，萧炎舔了舔嘴唇，低头望着怀中眼带媚意的薰儿，感觉越加火热。薰儿连忙挣脱萧炎的怀抱，让他别耍无赖。萧炎收起心中的欲念，他知道薰儿的脸皮薄，不再调笑。
他拿出薰儿给他的卷轴翻了翻，问薰儿这是什么。薰儿走到萧炎的身边，说这是一卷斗技，不过却需要达到斗王级别的实力才能将之开启。至于到底是什么等级的斗技，等萧炎能打开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需要斗王的实力才能打开的斗技实在是太贵重了。萧炎推辞的话还没说完，薰儿就叹着气说萧炎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收过他一件东西。望着薰儿幽怨的样子，萧炎只好收下。薰儿提醒萧炎一定要等到斗王级别才能打开修炼后，非常凝重的低声让萧炎一定不要和任何人提起驼舍谷地狱的事情，否则他会有很大的麻烦。薰儿离开后，萧炎眉头皱了皱，他总觉得这2天不断交代事情的薰儿有点奇怪。萧炎问药老能不能看出卷轴是何物，但卷轴上有特殊的封印，除非强行破开，不然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斗技。不过以薰儿的身份背景，能让他这般重视绝对不是凡物。另一边，面对林颖关于卷轴的问话，薰儿说萧炎比他更适合，还让林颖不要让这件事被其他人知道，就算是他的父亲也不行。林颖离开后，薰儿握着手中的茶杯，默默地说自己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希望再次见面时萧炎能强到让他仰望的地步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